外室就是外室，就算刻上金字，也配进谢家宗祠。母亲，你竟敢摔碎父亲亲封的正妻灵位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哼，正妻，我荣有3媒6聘10里红妆嫁入谢家，守了50年侯府大门，才是谢云烨明媒正娶的正妻。他顾清寒算什么东西，也配担这2个字？父亲临终前早已改了族谱，顾仪之名记入正妻册页，你的名字早已挪去偏食谱系，这是父亲的遗命，是谢家公认的事。你摔了牌位，也改不了这个事实。我替他持家50年，到最后连正妻的名分都要拱手让人，那都是你心甘情愿做的。顾仪一生孤苦，无儿无女，父亲欠他的给他一个正妻名分，怎么了？你占了一辈子的主母风光，连死后这点虚名都不肯让，未免太过刻薄。我竟然重生到了顾清寒进侯府这天。荣宇，清寒无父无母，他在边关救过我的命，我想认他为义妹，留在府里。便凭侯爷安排。去给顾姑娘把院子收拾出来。是。荣宇，这1年里幸好有你在家操持，让我得以在战场安心御敌。侯爷舟车劳顿，先歇息一番，再去母亲那里吧。她日夜念着你，抄经无数，只为求你平安。荣宇可是与我生疏了，我就去了战场1年，你就变得这么规矩了？是母亲教导的好。我还是喜欢那个活泼俏皮的荣宇。晚上等我。行，我先去给母亲请安。你就是谢大哥的娘子，认亲宴需要老夫人点头。顾姑娘，在此之前，先委屈你暂住幽兰阁，住哪里无所谓，只要离谢大哥近一点就行。你是什么身份，敢和小姐这样说话？幽兰阁是离侯爷最近的住处，那就带路吧。夫人，您怎么把她安排到幽兰阁去了？那可是侯爷书房隔壁的院子啊！她一个来路不明的女子，住得那么近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您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这侯府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无碍。这怎么能叫无碍呢？夫人，您若是怕老夫人回头怪罪下来，您担待不起，奴婢现在就去替您说，把她换到偏远些的。秋霜，你觉得我是怕事的人吗？上一世我刻意将顾清寒安排得远了些，却得了个众叛亲离的下场。这一世便如你们心愿。夫人，把顾姑娘安排在最偏远的藏月轩，是不是太冷清了些？冷清些好。她与侯爷身份尴尬，离得远了，牵扯也就淡了，这对大家都好。侯爷晚间饮酒过量，伤口溃烂，高烧不退。你为何把我安排得那么远？侯爷的伤一直是我在照料，你明知道他的情况，若非你刻意阻隔，何至于消息传得这么慢？何至于此？云烨，把这口药喝了，我在这守着你，不走。夫人，顾姑娘已经在里面守了5天5夜了，擦身、喂药、更衣，全是不假他人之手。清寒，清寒，别走。既然侯爷醒了，我也不能总让外人照顾。顾姑娘，这药我亲自来喂。荣宇，你怎么这样不懂事？清寒为了我的伤，几天几夜没合眼，你不仅不体谅，还跑来这里添乱。老夫人，顾姑娘的身子骨照顾侯爷确实是费了命的。荣宇，那姑娘救了云燕的命，如今又无父无母的，我打算认她做养女，给她一个名分，你看如何？女儿见过母亲。好孩子，快起来。我已经让人在城西盘了一间铺子，送给清寒做医馆。清寒医术了得，他有这份悬壶济世的心，不该被困在咱们这后宅里。荣宇，你应该也能理解这份大义吧？夫人，奴婢这半个月天天盯着，顾大夫看诊时从不关门，身边那个小药童也寸步不离。无论男女老少，他瞧病确实是一视同仁。一个年轻女子，
整日与男病人打交道，传出去终究不好相。这味道，真是熏死个人！拿盐水和锯刀来。哎，是我小人之心了。侯夫人，夫人这是做什么？万万不可！姑娘，之前是我狭隘了，总以为你存了别的心思。这些日子我亲眼看了你如何待病人，方知是自己误会了你。今日过来，是特面向你赔个不是。夫人不必如此，我自幼跟着父亲学医，他教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医者眼中只有病人，没有男女尊卑，更无贵贱之分。今日我去见了顾姑娘，把心结说开了，倒是我先前心思重了。荣宇，你能这样想，我很高兴。清寒却是一心救人，医者眼里不分男女，我信他，也希望你信我。夫人，这月从您私房里拨出的200两银子已经送去医馆了，那些买不起药的穷苦人这下有救了。顾姑娘每次收了银子都会送来这详细账目，看了这几回我也腻了。顾姑娘的为人我清楚，拿下去吧，不必再看了。顾姑娘，我特意打听过，兵部王侍郎的侄子人品极好，也尚未娶妻。若是你们能见上一面，夫人厚爱，清寒心领了。只是我早已在爹爹坟前发过誓，此生不成亲。我只想将我爹的医术发扬光大，让更多穷人看得起病，除此之外别无他求。既然你志向在此，我便不再多劝了。侯爷怎么又绕道来这儿了？荣宇来了，在军营里待久了，满身杀伐气，回来的路上闻着这药香，心神都能安定不少。侯爷辛苦了，吃点东西吧。曲儿，你别吓母亲。顾大夫，多谢你守了曲儿2天，曲儿的烧终于退了。顾姨，你整日只知道绣花管账，这些事有什么意义？小公子，夫人这是为了你。顾姨说，医者悬壶济世才是大报复，你这种深宅妇人根本远不及他。请顾姨收我为徒，我要拜师学医。夫人，边关告急。该来的终究还是要来了。夫人，哪有正经军医是这么随行的？这还没出城呢，全京城的百姓都看着他和侯爷形影不离，这算什么名分？他要的是同生共死的大义，名分那种俗物他看不上。荣宇，侯府交给你了，等我回来。夫人，急报！我军遭遇埋伏，敌军在箭簇上涂了剧毒，侯爷中箭，已昏迷3日。那顾姑娘呢？她不是跟去当军医了吗？顾姑娘疯了，大夫都说无解，顾姑娘便自己亲手熬药，一味一味的长毒试药，她那是拿自己的命在给侯爷换命啊！夫人，侯爷这咳喘症又犯了。自从顾姑娘在那7天后积毒而亡，侯爷这身子就像是被人抽了骨头，再也站不起来了。荣宇，他救了我，可我看着他在我怀里烂了内脏，我这毒解了还不如不解。侯爷，那是顾姑娘的志向，她五脏俱损去得体面，您得活下去。夫人节哀。这位永安侯终究是没挺过去，唯独我又活了50年。真是想起来半夜都能偷笑的50年啊！夫人，您怎么又把侯爷的枕头撤了？这成亲都1年多了，旁人家这会儿孩子都抱上了，咱们这屋子倒好，冷清的跟没人住似的。他不来，这屋里才叫清静。话不是这么说，成亲那天圣旨到得急，侯爷连您的面都没见着就去了战场。如今好不容易得胜归家，您总不能一直这么拒人于千里之外。
见过侯爷。我的枕头呢？侯爷在边关受了重伤，就急需静养。臣妾这屋子狭窄，恐惊扰了侯爷。您还是先去书房休养吧。休养？本侯打了胜仗回京，进的是自家夫人的卧房，你却要我去睡书房？侯爷，老夫人请您立刻过去一趟，说是头风病犯得厉害，有要紧事得跟您商量。告诉母亲，夜深了，我明日再去看望她，让她早些歇息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回禀老夫人。荣宇，你从进门起就一直躲着我，是在怪本侯这一年没陪着你？侯爷言重了，您是为国出征，立下赫赫战功，臣妾身为侯府主母，怎敢怪你？你嘴上说不敢，那就是心里在怪。若不是在怪我冷落了你一年，何必摆出这副拒人千里的死样子？荣宇，一年不见，你当真是长了本事。如今连碰都不让我碰一下了。侯爷误会了，臣妾并非此意，只是侯爷身上带着边关的刀伤，如今又是酒后，我只是担心你的伤口崩裂。伤在肩上，那是军章，这点小伤不耽误做别的事。谢大哥，是我。既然顾姑娘来了，定是有急事。谢大哥，你此时应该在静养，你伤势未愈，酒后气血不适合做些剧烈动作。顾大夫，你管的可真多，在军营管我就罢了，如今都回了侯府，还要盯着我不放。要不是你是我的病人，我才懒得管你。侯爷，命是你自己的，你要是想伤口溃烂，大可继续。夫人，你看这大夫比军营里的副将还厉害，本皇今日怕是只能乖乖听令了。夫人，奴婢方才在回廊瞧见顾小姐把侯爷带走了。这顾小姐到底怎么回事？大半夜的往主子房里闯，府里又不是没有别的大夫，那些拿俸禄的供奉哪一个不比她有资历？府里的大夫可没在战场上陪侯爷一年。顾小姐最熟悉侯爷的伤势，她既然疼得厉害，大夫带走病人也是情理之中。可这传出去总归不好听。奴婢瞧着她那样子，倒比您还急。他下午刚进府时，我还瞧见他在老夫人那院子外转悠，以为他是哪里不熟悉，想去请安呢，结果在这儿等着呢。是啊，以前他可没这么急。夫人，您说什么？没什么。这一年多侯爷不在，这屋里倒是没这些药味。今晚被他们这么一闹，倒显得这水都清凉了。您心可真大。不过瞧侯爷刚才那眼神，倒像是真被顾小姐拿捏住了。拿捏住了才好。秋霜，去歇着吧，告诉院里守夜的，不必等侯爷了。是，夫人。夫人，方才听门房说，侯爷天才刚亮就进宫复命去了。听闻昨晚侯爷在幽兰阁宿了一夜，顾小姐在那儿伺候了一整宿的药。他立了功，进宫是正事，至于在哪儿宿着，大夫照看病人，合情合理。您总说是理，可奴婢方才瞧见顾小姐已经早早的进了老夫人的院子，怕是又要讨巧去了。我们也快些，别让老夫人等久了。老夫人这脉象沉稳，身子骨是极健朗的。依我看，您就是平日里思虑过多，忧心太重，反而容易伤了神。思虑？我这把老骨头能不思虑吗？儿媳给母亲请安，荣宇来了。清寒方才劝我莫要思虑，你说我这心里能搁得下什么？母亲忧心侯爷安危，如今侯爷大捷归来，您该宽心才是。哼，大捷归来是喜，可我更思虑这侯府后继无人。你们成亲这一年多，谢家连个子嗣的影都没见着，我这心里能安生？老夫人这一年独守侯府也是独守侯府是事实，可这身为正妻，若是福薄命寡，留不住后，那才是大罪。顾姑娘，你医术过人，正好荣宇在这儿，你也给夫人瞧瞧。如何？夫人这脉象沉涩，气血虚浮，恐怕子嗣上会艰难些。
你说什么？艰难？我不是故意说出来的。老夫人，清寒方才只是心急口快，学医之人见不得隐疾。我真不是有心诅咒夫人。不是有心，这种事能胡说吗？子嗣是侯府的根基。荣宇，你当真身子这般不争气？身子如何，非儿媳能左右。况且顾姑娘也说了，只是艰难，并非断绝。艰难？谢家一脉单传，容不得半点艰难。怪不得成亲那天云烨就走了，我看这就是老天爷给的兆头。老夫人息怒，这些年外面那些闲言碎语就不少，夫人也一直承着压力。压力？哼，她身为正室主母，生不出孩子就该受着指点。若真绝了后，她受的就不只是敲打，是谢家的罪人。清寒，你救了我的命，也要了我的心，你就连一个孩子都不能给我吗？谢云烟，看清楚，我不为妾，我的孩子也绝不为庶子。想要孩子，去找你的正妻，让她给你生。老夫人今日那话说得太重了，什么叫不下蛋的母鸡？夫人，您这5年求佛喝药受的罪，侯爷他根本不知道啊！滚出去！谢云烟，你喝醉了，放开我！你是我的正妻，生孩子是你的本分，你应该给我生个孩子。荣宇，昨晚我失态了，对不起，荣宇，是我弄疼你了。上一世，我便这样怀上了谢云烨的孩子。行了，听着心烦，下去吧。我活着的时候，以为谢渠是我熬了5年，求了5年才得来的孩子，死后才知道，那是谢云给不了顾清寒的，退而求其次施舍给我的，甚至到最后，谢渠也背叛了我。这辈子正好休想再让我给你生孩子。嘀咕什么呢？既然知道自己身子骨弱，就回去好好吃药，把身子调理好。谢家不养吃干饭的闲人。而且告退。夫人快看，那是侯爷！顾姑娘真是神了，侯爷还没进门呢，他就不知道从哪儿得了消息，早就在这儿守着了。谢大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别吓我！清寒，谢大哥，你也疼我了。长青，侯爷这是怎么了？回夫人，侯爷刚回城就遇到一匹受惊的疯马在大街上横冲直撞，侯爷为了制服他，不慎从马上摔了下来，磕到了头。你蹲下，都什么时候了还撑着？别乱动，我给你看看脑袋，看是不是撞坏了。夫人，您瞧侯爷那眼神，怎么跟见了魂似的？顾小姐也是，这手都快贴到侯爷脸上去了，到底谁才是这府里的主母？他的眼神确实不对劲，这种深情和愧疚不该出现在此时。难道他也重生了？清寒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夫人，咱们就这么走了。顾姑娘在那儿又是摸头又是揉脸的，您就不怕他们？怕什么？怕他把侯爷治死吗？可侯爷受了伤，您身为夫人不去守着，反倒往府外走。别看了，今儿个城南茶楼有牡丹花比赛，陪我去逛逛。去看花？可侯爷脑子伤了。我又不是大夫，我留在那儿能看懂他的脑子。既然顾小姐爱看，就让她看个够。这盆瑶黄品相绝佳，各位起价50两。100两。100两，夫人，这花买了，让人搬回府，直接摆在我院子里。夫人，您这花买的可真艳。是啊，这些花可比正厅里那2个人好看多了。好孩子，真亏了有你在。云烨回府这么多天，闷葫芦一个，问他战场的事儿，半个赏屁憋不出来。老夫人，谢大哥那是谦虚，您是不知道，在北境那次，谢大哥为了不让敌军伤及无辜百姓，只身带着500精骑深入大漠，
那是何等的英勇！职责所在。您瞧，他又来了。那阵子侯爷还要跟将士们同吃同住，连碗热汤都先让给伤兵。咱们军营里的兄弟提起侯爷，谁不竖个大拇指？好孩子。云烨以前在信里只说平安，哪像你说的跟话似的，真是个体贴人的好姑娘。夫人，您瞧瞧，这顾小姐进府才几天，倒像是这府里的嫡亲小姐了，隔三差五就往老夫人这儿钻，把咱们侯爷那点英雄事迹翻来覆去的讲。老夫人现在恨不得拿她当亲闺女疼。侯爷嘴笨，有人替他在母亲面前尽孝，也是好事。那是尽孝吗？那是显摆，全府上下都在议论，说侯爷迟迟不提认亲的事，顾小姐又这么会讨欢心，怕是名分要变了。名分变不变，看的是侯爷的心。既然他憋着不提，咱们急什么？夫人，这是顾小姐特意为您调理身子的药，老夫人交代了，让您趁热喝，一滴都不能剩。夫人，这是顾小姐特意为您调理身子的药，老夫人交代了，让您趁热喝，一滴都不能剩。这药味儿怎么这么冲？顾小姐说了，夫人子嗣艰难，是积弱已久，这药虽苦，却是大补的。夫人，请吧。替我多谢顾大夫费心。老夫人说了，让老奴看着您喝下去，也好回去复命。那你就看好了。哎呀，夫人喝的可真快！药喝完了，翠风，回去告诉母亲，这药确实受用。是。夫人，这药黑漆漆的，万一有毒怎么办？您天天这么倒，万一被发现了……那是调理子嗣的药，既然他们觉得我生不出，那我就这辈子都别想生。这碗药苦的是我，可等这花烂了，痛的可就是别人了。听说了吗？侯爷这伤都快好了，还天天宿在书房，压根儿没打算回夫人那儿。这府里谁不晓得，书房除了顾小姐，谁也不让进。我方才送茶水，还听见顾小姐在里头许诺侯爷，不让他一直看书，说什么是为他的眼睛好。侯爷要歇息了，谁也别来打扰。夫人，您还在这儿摆弄花草呢，满府的闲话都传疯了，说那位顾小姐马上就要抬房做姨娘了。她现在威风得很，连侯爷看书都要管。侯爷倒好，被她管得服服帖帖，竟真的一连数日宿在书房不露面。既然她爱管，就让她管个够。男人若是想待在书房，谁也拉不回来。您就不急？这正妻的名分……没什么好急的。去，叫花匠再送几盆极品牡丹进来。这院子太肃静了，我不喜欢。夫人，这两位花工长得也比这花还好看呢。见过夫人，我是江思，这是我哥哥江毅，您订的牡丹，我们给您挑了品相最好的送来了。夫人请宴。放那儿吧，以后我院里的花都交由你们兄弟二人打理。是。夫人，瞧这两兄弟的模样，倒不像普通花匠。说起来，咱们大老爷在江州那可是首富，家里银钱堆成山。您出嫁时那10里红妆，京城谁不羡慕？我哥若是知道我在这儿受这些嫌弃，怕是早就打上门来了。谁说不是呢？当初老侯爷落难，是咱们老太爷舍命相救，为了报恩才定下这亲事。大老爷当初死活舍不得您远嫁，可您偏偏若非为了这一份恩情，我荣家的大小姐何至于嫁到这京城来受这份罪？可惜这辈子我醒得太晚，若是还没成亲，该多好。夫人请看，这牡丹娇贵，水不能浇得太透，浇水时要避开花心，顺着根部慢慢印进去。
若见夜间发黄，便是湿气重了，须得及时剪掉。还有这土，须得用指尖探入寸许，若带出燥气，才可补水。你瞧江公子这身板，真不像个弱不禁风的花匠，倒像是个练家子。他瞧着，确实比以前更结实，也更年轻。夫人以为……夫人小心。谢谢你，江公子。天气炎热，公子辛苦了，喝杯茶再走吧。夫人，还有什么吩咐？这些花成色极好，我很满意。这是下一批的定金，回头你和你弟弟一起送过来。好。夫人，这江家大郎看您的眼神怎么冷冰的，怪吓人的。他不是冷，是身上那股莽气还没收干净。这人哪来的？回谢公子，是送花的江大郎。以后不要让这种莽夫进后院，没规没矩的，冲撞到了夫人怎么办？那是挺麻烦的，那下次我自己去拿花便是。你还要亲自去找他？怎么了？这些破花，难道比我还好看吗？侯爷这是跟花较上劲儿了。奴婢瞧着，这满院的名种，也就您能让夫人这么上心。这人呐，看得久了，早就看得腻透了。在我眼里，这花可不比人好看多了。你说什么？侯爷说笑了，花不过是供人赏玩的死物，哪里能跟侯爷这样的人比？你明白就好。夫人，不好了！侯爷和顾姑娘在书房吵起来了，动静大得吓人，摔了好些东西。摔就摔吧，夫人，那书房里可都是侯爷心爱的物件，您不去劝劝？书房里的东西值不了几个钱，只要他不把这院子里的花给摔了，随他去。夫人，我是来请辞的。请辞？你可以继续在府里住下。老夫人身体刚好转，她很喜欢你，我也愿意照拂你。多谢夫人厚意，我不愿意攀附侯府，本就是大夫，只想四处行医，救治更多百姓。这些日子叨扰了，多谢夫人照拂。既然你志向在此，我不许！夫人，这侯府虽好，可清寒与谢家非亲非故，医者虽不拘小节，可住久了，外头的流言蜚语，怕是会污了我的名声。谁敢污你的名声？若是名分名不正言不顺，那你就做我的。侯爷怎么停了？是想说义妹吗？你看，上辈子他们演了一出旷日持久的深情戏，一个终身未嫁，一个至死亏欠，隔着名分二字，连死都要葬在一起。可这辈子，名分这层纸，谢云寒竟然不敢捅破了。夫人，你在说是什么啊？奴婢只觉得侯爷现在的眼神好可怕。顾姑娘，你若是担心名声，倒也不必急着走。侯爷不必这样看着我，你既然舍不得顾姑娘走，又想给她一个遮风挡雨的名分，那就给吧。只是这义妹的说法确实太委屈顾姑娘了，明明是心尖上的人，何必塞进兄妹的名头里自欺欺人？不如就当这侯府夫人吧。不行！夫人连名分都肯让了，侯爷怎么反倒不乐意了？是啊，侯爷，我这做正妻的都把路给您铺好了，连顾姑娘入府后的名分都替你筹谋妥了。你这声不行，倒叫我看不懂了。清寒，你一个弱女子孤身一人去民间行医，太危险了。外头那些豺狼野虎，你应付不来的。这侯府大可以……不用了，多谢夫人照拂。清寒福薄，受不起侯府的恩德。
荣宇，你刚才在清寒面前说那些话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明知道他清高，你那是想留他，还是想逼走？侯爷误会了，我只是觉得这家里不需要2个做戏的人。我已经向老夫人请辞了，求她允我离府。你说什么？请辞？你要离开侯府？我进门这些年，生不出孩子，又不愿意你纳妾。谢家是开国功臣，总不能真的在你谢云烨这一辈断了香火。与其以后大家在这一方院子里互相折磨，让老夫人左右为难，不如我走。你怎么生不出？你生得出的，我说你生得出，你就生得出。侯爷，我请了满京城的大夫来看，结果都一样。您就算把谢家的王鼎掀了，我也确实生不出。那些庸医懂什么？他们的话你也信？更何况，你和我之间，我们根本就没有。秋霜，你瞧瞧，说顾姑娘是毕生真爱的人是她，这辈子死活不肯放我走的人也是她。我都把正妻的位置腾出来给她的真爱了，她反倒在这里跟我纠结子嗣。夫人，这奴婢也看不懂侯爷到底想要什么了。侯爷，老夫人请您立刻过去，说是家里出了天大的要紧事，一刻也耽误不得。侯爷，您快动身吧！老夫人发了狠话，说您要是不去，她便是这把老骨头不要了，也要亲自挪步过来了。既然老夫人有请，侯爷还是快去吧，别真让老夫人亲自过来，到时候这场面大家脸上都不好看。荣宇，在那儿坐着，等我回来，哪儿都不许去。夫人，您真的要等他吗？等他？先去收拾东西，随时准备离开。夫人，您这2天茶饭不思的写这些，是在想怎么跟侯爷周旋吗？照侯爷那个性子，9头牛都拉不回来的倔劲儿，恐怕这场仗有得打了。我不怕跟他打持久战，按上辈子的经验，只要是他认准的事儿，便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。我已经连怎么跟他周旋10天、半个月，甚至1年的法都想好了。夫人，老夫人让奴婢给您送样东西，说是侯爷已经签好字了。和离书，落款真的是侯爷的签名。他签了，他竟然这么爽快就签了。管他抽什么风，签了便好，签了便好。秋霜，秋霜，走走走，快拿好我们收拾的东西，我们回家。哎，奴婢这就去。大少爷的回信还没看够呢，昨天奴婢瞧着那信纸上的字儿都快蹦出来骂人了。可不是吗？你看这一页从头到尾都在骂谢云卓不是个东西，骂侯府这地方是狼窝欺负人，还骂我当初鬼迷心窍，非要守着什么狗屁婚约不肯回家。你看这一页是嫂子补上的，她说我若是这次还不回去，他们全就要打上京城，把侯府的这块门匾拆了拉回家当柴烧。大少奶奶还是那个火辣性子，夫人，咱们回家了，再也不受这份恶气了。对，回家。夫人，马车已经在正门候着了，咱们真不从正门走。您这可是堂堂正正拿着和离书出去的。不了，谢云烨那个人最重面子，若从正门走，保不齐又要生出什么事端。这角门虽窄，却是通往自由最快的路。走吧，从此以后，这侯府的正门如何显赫，都与我无关了。传家，去江南的快车，加急的银子我们照给，现在就走。这江水倒是比那府里的枯井要有生气的多。夫人，不对，荣姑娘，你这就要走了？要走了。荣姑娘，既然走了，就请你千万别再回来了。和离书上的签字是你劝他签的吧？果然，虽不知你用了什么筹码，但总之结果是如了姑娘的意，也如了我的愿。顾清寒，这侯府的深潭，你便自己去趟吧。夫人，
小姐，还是以前的衣服适合您。这江州虽然路途遥远，可您瞧瞧这景色，真是比京城那四角天空要好看上100倍。是啊，在京城困了那么久，竟忘了这天下本该是这般颜色。吹着这江风，倒觉得这身骨子都轻快了不少。2位姑娘，前面转个弯就是江州码头了，坐稳喽！哪只船啊？你到底看清没？信上说就是这2日到的呀。别催，我这盯着呢，定不能让那丫头下船见不到家亲。我就问你，京城到底有什么好的啊？哥哥，瞧瞧你，才几岁，本该是仙灵的时候，竟被那谢家蹉跎的死气沉沉的，活像个没魂的木偶。去，一边待着去！有你这么接妹子的吗？蓉儿，别听他瞎说，回来了就好。等嫂子回家，好好给你补补，顿顿燕窝鸡汤伺候着，保准过不了半月，你就又跟从前一样水灵灵的。多谢嫂子。咱们江州的好男儿多的是，个个顶天立地，不像京城那些绣花枕头。你要是还想嫁，嫂子天天给你张罗不重样的。野泽已经在心里盘算好了绝佳人选，或者咱们干脆招婿入赘，反正咱们家大业大，又不差那几个钱。到时候给你弄个院子，咱们养他个5、6、7、8个可心的，看谁还敢给你脸色瞧。哎呀，那奴婢可得先替小姐挑挑了。嫂子，这院子里的一草一木，竟然和10年前一模一样。那当然，自从你离了家，这院子我就一直让人守着，天天擦月月洗，就盼着你哪天受了委屈，能有个清静地儿。拿去，这些是嫂子给你的零花钱，在江州想买什么买什么。记住，花完了立刻问我要，别给嫂子省钱。如意，你这也太偏心了吧！我也忙活一上午了，我的呢？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要什么零花钱？蓉儿在京城受了那么些苦，不得好好补偿？往后咱们家分工明确，你努力赚钱，我和蓉儿努力花钱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得嘞，有夫人的话，我明天就去码头再谈2笔大单子。为了蓉儿的零花钱，我也得拼了老命。秋霜，你有没有觉得这江州的阳光和京城完全不一样？京城的风总是湿冷的，吹得人骨头缝里都发凉。是啊，姑娘，回了家，奴婢才觉得这心跳的稳当了。不过，这是巧儿托人带回来的。您离开京城这半个月，侯府那边已经彻底翻了天。荣宇，给我倒杯茶。人都死哪儿去了？侯爷，夫人呢？还没从茶楼回来？这都什么时辰了，越发没规矩了。夫人她不在茶楼。不在茶楼，那又是去哪儿躲清静了？还是跟顾清寒怄气，让他少耍点性子，本侯累了。夫人到底在哪儿？侯爷，不好了！老夫人那边刚查过账，夫人的私产全都清空了，连院里的下人都被他遣散了。荣宇，你竟然真的敢走！闪开！都给本侯闪开！侯爷，老夫人有令，今夜您哪儿都不能去。滚开！夫人不见了，本侯要去把她抓回来。侯爷，夫人已经走了，她回江州了，您不必再找了。你说什么？她回江州了？夫人是拿着和离书走的，那上面有您的亲笔签字，还有老夫人的印信。她是荣家正经的姑娘，如今回家，天经地义。胡说！本侯什么时候同她？侯爷这方向不是去城门，是去顾姑娘那儿。这笔账总得有人出来还。侯爷，这么晚了您……云烨，你今日怎么……前些日子你拿来给我签的那叠纸，
你既然这么气冲冲的跑来，想必是已经猜到了。那天你告诉我那是医馆铺子的转让协议，顾清寒，我念你清高不愿攀附，所以你想自食其力，我连看都没看就签了。可结果呢？你竟敢把和离书混在里面，让我亲手签了字。是，我是骗了你。可谢云烨，你不爱他，不是吗？我这些年，夫人在侯府过得像个影子，她不爱你，你心里比谁都清楚。你明明爱的是我，你既然许了我要长相守，为什么偏偏不肯和离？非要让他占着那个位置，让我们3个人都痛苦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清寒，我爱你是真的，但是荣宇她是我明媒正娶的妻，我只是什么？谢云烨，你只是贪心，你只是仗着他不会走，没想过有一天他会真的消失的无影无踪，对不对？他走了，他带走了所有的东西，一个字都没留。云烨，不要再去想他了。你说过我是你此生唯一的知音，现在荣宇已经走了，和离书也生效了，现在没人能挡在我们中间了。我嫁给你，做你真正的夫人，好不好？我们重新开始。好。妹妹，这码头上的货，你只看一眼就能算出赢输，这生意经，倒像是打小就长在你骨子里似的。在京城那一年，别的没学会，这算计银钱的本事倒是磨出来了。哥哥，这批货入库后，咱们江州商行的门路就算彻底扎稳了。可不是嘛！自从大小姐跟着大老爷跑商，这账上的银子进进出出，奴婢的手都打得酸了。好，哈哈，我荣家的女子就该如此。在这江州，咱们荣家说话连地都要抖3抖，谁也别想再让你受半分委屈。大小姐，这是南城3家药铺的上月会账，请您过目。快，都站好了，给大小姐瞧瞧。嫂子，您这又是唱的哪一出？妹妹，你别整天就盯着那些冷冰冰的账本。你看这几个，今天送来的这2个是刚籍贯的，眉眼多干净。昨天那3个膀大腰群的你没瞧上，今天我特意寻了几个会吟诗作画的。夫人，这已经是本周第5批了。你多看看，看多了你就知道，这天底下的好男人比码头上的货还多，个个都比那个姓谢的强。嫂子，我这账还没清完呢。听嫂子的，不差那一个死没良心的。咱家有的是钱，你要是喜欢，嫂子天天给你换新的。男人嘛，就是个解闷的玩意儿，你得往前看。行，都依您。秋霜，带他们下去领赏吧。是姑娘，这才对嘛。大小姐，您快瞧，那院门口站着的，怎么瞧着这么眼熟？江毅，江思。荣小姐，你们怎么会在江州？荣小姐之前在京城我们那儿订了10几盆上品牡丹，后来听说您已经不在侯府了，我多方打听，下人们才说您回了江州祖籍。既然收了定金，荣家的规矩不能坏，我们就把花一路护送过来了。姐姐，幸好我们把花给您送过来了，现在出门真了，要是晚来一步，您那定金可就真的打水漂了，那多心疼啊！没大没小的，不许叫姐姐，要叫小姐。哦，知道了，小姐。无妨，离了京城没那么多规矩，就叫姐姐吧，听着亲切，我也喜欢。我就说姐姐最好了。这盆可是我哥哥这段时间废寝忘食培养出来的新品，颜色跟外头那些庸脂俗粉可不一样。你快看看喜不喜欢？这种渐变之色，我走南闯北见了不少名品，竟从未见过这一种。姐姐，这可是独一份儿，您瞧，它开得好看吗？好看，确实极品。不过在我看来，这花虽然稀罕，却还不及姐姐1/10好看呢。哎呦，江小公子的嘴真像是抹了蜜似的。江思，稳重些。江思，你这张嘴啊，真是。我很喜欢这花，
但这品相看着就耗费了不少心血，市面上怕是千金难求，我得按规矩补你差价。秋霜，去给2位少爷取些银子。不用了，姐姐，您再跟我提钱，那可就见外了，我哥恐怕要不乐意了。定金归定金，这花值这个价，我不能让你吃亏。姐姐还不知道吧？我们兄弟2人已经正式进府当花匠了。不仅如此，卖身契都签给荣家了。签了卖身契？是，如意夫人已经应允了。你们在京城生意做得好好的，为何要来这江州当下人？与其在外面东奔西走的为了几两碎银卖花，倒不如余生只给爱花之人养花。妹妹，今日我送去你院里那2个花匠，你瞧见了吗？模样可还周正？看到了。嫂子，我正想问你，他们兄弟2人怎么会愿意签卖身契的？是啊，大夫人，奴婢也觉得奇怪。那江公子虽是卖花的，可那一身骨气，瞧着比京里的那些官家子弟还要挺拔。那江小公子生得唇红齿白的，一进府，府里的小丫头们眼睛都看直了。说起这个，我也正纳闷呢。他们是怎么找上门的？今日晌午，他们直接带着几车花就找上门来了，说是你之前在京城订的牡丹，既然你回了江州，他们就得亲自送到新地址。从京城到江州，这千里迢迢的，就为了送几盆牡丹？我当时一看，这俩兄弟长得实在太扎眼了，一个沉稳挺拔，一个俊俏灵动，站在那儿比花还好看。心想着留在你院里，就算不看花，看看人也是养眼的。我就随口问了一句，愿不愿意留下来专门给你种花？然后呢，他们就答应了。我还没开口提条件呢，那个叫江毅的哥哥直接就说要签卖身契，只要能留在你院里，干什么都行。主动要签卖身契，他们莫不是疯了？谁说不是呢？那哥哥江毅倒是沉稳，话不多，但那眼神稳当得很。要是那个弟弟江思，嘴甜得跟抹了蜜似的，一口一个夫人，叫得我心花怒放。我这还没回过神，气势都已经按好手印了。妹妹，这两兄子对你这牡丹主子可真是忠心耿耿的，有些过头了。尤其是哥哥江毅，成王之子，皇室血脉，竟然主动签了卖身契。夫人，您说什么王？没什么，我只是觉得这缘分确实有些意外。大小姐，瞧什么呢？这窗户推了半晌了。我在瞧，这花养的确实好。奴婢瞧着，您是觉得养花的人更好看吧？这位江公子，瞧着可比京城里那些虚弱的书生扎实多了。上辈子在侯府，谢曲总在我跟前晃悠，我看江毅一眼都得收着。如今在这儿，倒是能正大光明的看了。姐姐，洗脸水打好了，我亲自试过温度，不烫不凉，给姐姐用正合适。你这孩子，这些粗活交给秋霜他们便是。那可不行，姐姐对我们兄弟有大恩，能亲手伺候姐姐，我心里才踏实。姐姐，我给您梳头吧，我这手艺可是得过名师指点的，保管比京城里那些梳头娘子还强。你一个大男子，倒钻研起女子的发髻了。以前在巷子里，隔壁婶子说会这手艺以后才能娶到好媳妇儿，不过现在我只想让姐姐每天都漂漂亮亮的。江思话多。姐姐，您瞧我哥那样子，他这人最是沉闷，其实在那儿修了半天，手里的剪子都没动几下，那眼角余光啊，怕是全落在您身上了。休要胡说，你哥哥是嫌你聒噪，耽误他做事。嘿嘿，才不是，他是嫉妒我能给姐姐梳头呢。他那个人心里的事儿憋得比石头还深，也就我敢替他说出来。哎呦，江小公子，这都已经是您拆的第3回了，咱们大小姐的脖子都要歪了。江思，差不多就行了，这江州的早市都要散了，你不累我也累了。这梳头啊，讲究的是个心意，不是完美不完美。你有这份心，姐姐就很开心了。那怎么行？姐姐这般如珠如玉的人，若发髻歪了1分，那都是我的罪过。再等片刻，
就这一回，定让姐姐满意。好看。姐姐，我哥这一朵花可比我书100个奏都管用，真像那画里的牡丹仙子下了凡。这账目老朽盘了3天，绝无差错。老先生，这南城布庄的3笔入账，你漏了回扣的1文3分，西街2嫂的轴交费多算了2两6角，眼力劲儿不行。还有，这2批苏绣的竞价高出市价2成。哥，把那家供货商的名字划掉，换成咱们前日谈的那家。果然，江司管进货压价，江毅管账目清算，我这东家倒是乐得清闲了。夫人，您这2个左膀右臂，怕是连江州最有名的算盘精都得绕道走。姐姐，尝尝这颗，刚采下来的，清甜的很。江州的春阳虽然不燥，但晒久了也容易头晕。这江州的日子确实比京城要活色生香得多。那是，京城那是闷人的寒风，江州这风啊是甜的。江毅，这些活让秋霜来就行。他力气不够，揉不开你今日跑码头的淤血。哎呦，我这进来的不是时候，这屋子里的热气可比外面盛多了。妹妹，嫂子跟你说认真的，这位长得好，本事大，虽然带着个弟弟，可这心思还全在你身上。要不，干脆你就纳了吧。瞧瞧那双眼，看你的眼神都快生出钩子来了。这要是留在房里，岂不快活？嫂子，莫要胡说，哪里是胡说？江州谁不羡慕你这福气？不是不想，是顾及他们的身份。我的好妹妹，你倒是给个准话。那江毅对你的心思，大家都看得出来，你到底是怎么打算的？嫂子不是我心狠，江毅和他弟弟是成王之子，身上流着的是皇族血脉。成王，那不是先帝流放的那位？虽然如今还顶着流放的罪名，可我知晓朝中风向已变，翻案是迟早的事。等圣旨一下，他便是金尊玉贵的皇子，到时候身份天差地别，他江毅又是何等经才败义之人，如何能屈就做我荣府的赘婿？我若现在应了他，便是断了他的前程，他有他的路要走。怪不得江大公子举手投足尽是贵气，原来身份竟这般尊贵。大小姐不好了，江毅公子刚才盘账，竟然把1笔500两的红利继成了亏损，这已经是今天第3回了。江毅，怎么了？可是哪儿不舒服？多谢小姐关心，属下无事。江思，你这又是怎么了？姐姐偏心，我哥为了您连命都……算了，我们没事。哥，我就想不明白，你为了等他，2辈子都没活明白。这辈子他好不容易甩了谢云耀，为什么还是不肯要你？闭嘴，小姐拒绝，定是有她的难处。难处？你就知道体谅他。上辈子他一死，你就跟丢了魂似的要陪葬，我拉都拉不住，最后只能求你先把我也捅了，免得我一个人活在世上遭罪。你自己说，我自己捅自己那一刀到底有多疼？江思，你等了他2辈子，守了他几10年，这辈子我们提前找上门，本以为能有个结果，可他倒好，还是要把你往外推。难道他看那个谢云鹤看了2辈子还没看腻吗？2辈子，上辈子，难道他们和我一样，也带着前世的记忆？小姐，您这从园子里回来就一言不发，可是那2位公子惹您不快了。秋霜，我只是在想，这世间的情分，真能重来一次吗？小姐，奴婢虽不懂什么大道理，但这2年江大公子对您的心思，奴婢是看在眼里的。他在侯府那会儿，就总是默默守在您瞧不见的地方，守着您。是啊，侯府那些年冷冰冰的，谢云烨的心从来不在我这儿，反倒是他。秋霜，
去，把江毅叫进来，我有话问他。你既然带着前世的记忆，就该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。谢云燕亏欠我的，我已讨回来了。小姐是什么样的人，江毅2辈子都看在眼里。小姐不欠任何人的。那你们呢？既然明知道身份迟早会恢复，大可等翻案之后回京去做你们的王爷，为何非要守在我这江州的小宅子里？这世上没什么王位比守在小姐身边更重要。上辈子守在暗处，江毅已经够了。江毅，我荣家不需要攀龙附凤，但我荣宇需要一个并肩而行的人。我再问你一遍，若要你放下皇子尊严，入赘我荣府，做我的赘婿，江毅，你愿不愿意？我愿意。别说是入赘，便是让江毅做这荣府里的一棵树一株花，只要能在小姐身侧，江毅百死无悔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就说我哥一定行的。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这辈子总算没白活。哥，你听见没？姐姐让你入赘，你等了2辈子才等到这一句话，你倒是笑一下呀！你平时的什么劲儿可以丢一边了，你笑啊！荣宇，谢谢你。嫂子，哥哥，我打算与江毅成亲。你要娶谁？江毅，那个养花的花匠。是，而且是入赘。入赘？荣宇，你糊涂啊！咱们荣家在江州是什么地位？你想成亲，什么样的青年才俊找不着？非要找个花匠，还要让他入赘？你这是想气死我，好继承我那几座金山吗？入赘呀！听听，这就是江州首富家小姐的底气。妹妹，你知道嫂子现在有多羡慕你吗？模样好，本事大，还听话。最要紧的是，这人一辈子都得攥在你手心里。唉，算了，看你那德行，这辈子指望你体贴入微，怕是得等下辈子了。好，你们2个在这儿编排我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哎，你去哪儿？还没商量聘礼呢。去跳河。我还不知道你。别理他，水性好着呢。妹妹，这婚事嫂子替你办了。听说了吗？荣家那位刚和离来大小姐要招赘了，可不是吗？听说是个极标致的花匠。只要向大手高兴，别说招1个，就是招10个，咱们也只有羡慕的份儿。小姐，您瞧这嫁衣的绣工，可是嫂夫人特意请了最好的绣娘赶出来的，还有这金簪，沉甸甸的。大小姐，嫂夫人说了，流水席已经定下了，从城东摆到城西，连摆3天3夜。咱们荣家要把这婚事办成全江州最风光的。谢侯爷，荣宇，跟我回去，那何离书不作数。你一个卑贱的花匠，竟然追到了江州。小姐在哪里，我就在哪里。荣宇，你红杏出墙，你竟然带着男宠私逃，你把侯府的颜面置于何待？红杏出墙，谢侯爷，您这话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？我们已经和离了，那封按了你指印的和离书，如今就在府里衙门压着，你忘记了吗？我并不知道，那是清寒让我签的，我以为是铺子的转让。荣宇，我并不知道那是和离书，我不想与你和离的，真的。谢云烨，上辈子你为了顾清寒让我委曲求全，这辈子我成全你们，你又何必做这副姿态？谁想看啊？江毅，关门。荣宇，你站住！你不能嫁给别人，你是我谢云烨的妻子。谢侯爷，自重。让你去打听京城的消息，怎么跑成这副样子？小姐，京城那边侯府已经彻底闹翻天了。侯爷回京后，没过几日就跟顾姑娘成婚了。意料之中，他求了2辈子的名分，自然得快些。可成亲之后，那顾姑娘压根儿没变，她放不下医馆，还是天天往外跑。这下老夫人不干了，奴婢听说老夫人在正厅当众拍了桌子，骂她既然成了侯府的人，就该以侯府为重。顾清寒，
你现在是侯府的正妻，不是外面那些随便行医的野郎中。谢家的子嗣大过天，你不说在府里调理身子备孕，天天去给那些男人看病，成何体统？医者眼中只有病人，没有男女。老夫人，谢大哥带我回来时，看中的就是我的人心。如今您让我困在后宅生孩子，那是见死不救。清寒，母亲也是为了谢家，你少说两句。谢大哥，你也觉得我行医是错吗？住手！这些药材、这些银钱都是侯府的宫中，你1个月就赠药花了3000两。那些穷人买不起药，我若不帮，他们就得死。你是做好事了，可府里的银子是流水吗？顾清寒，你这个败家精！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浮，老夫人如此计较，当真是庸俗不堪，满身铜臭。够了，顾清寒，你给我母亲道个歉。谢云烨，我看错了你。前世她是女菩萨，因为她只是义妹，不需要打理中卫，不需要孝顺婆母，不需要为子嗣筹谋。之前老夫人对她客客气气的，现在却横挑鼻子竖挑眼。原来这正妻的位子竟是这种枷锁。顾清寒想要名分，那就得吞下名分带来的苦果。还有件事儿，侯爷似乎后悔了。后悔？府里的人都说侯爷这些日子常常一个人在书房发呆，整宿不睡觉。他让人把您院子里那棵桃树连根挖了，移到了他书房窗前。什么桃树？就是从前您最爱护的那棵。他现在就对着那棵树站到天亮，谁劝也不听。小姐，他还没走呢。这谢侯爷在京城好歹也是个人物，怎么到了江州倒学起地痞流氓跟踪人了？他爱跟就让他跟着，只要他不嫌这江州的路恶脚。东家，您可算来了，这是昨日刚从南边运到的新货，特意给您留着，请您长眼。这只钗子我要了，不用找了。有些人啊，嘴上说的好听，真到了花钱的时候，怕是连一只钗子都买不起。哼，荣宇，这钗子配你刚好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侯爷，您多虑了，他们兄弟二人确实也不用给我买这些首饰。哼，你也知道他们买不起。荣宇，跟了这种空有皮囊的下人，你往后的日子就打算这么寒碜着过？侯爷误会了，他们不用给我买，是因为我可以给他们买。你说什么？你给2个花工买这么贵重的东西？侯爷方才这张100两银票确实大手笔，不过您在这家铺子里显摆财气，怕是找错了地方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因为这家铺子本就是我荣家的产业，也就是我的。谢谢侯爷这么大面子，亲自来替我的铺子开张。哎呦，见过上赶着送钱的，没见过上赶着给前妻送开张红包的。谢侯爷真是宅心仁厚啊！谢云逸，清寒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告诉我，圣上派你奉旨巡查，有紧急任务在身，得离京半个月。结果你所谓的紧急任务，就是千里迢迢跑到江州来见荣宇，甚至还要买首饰送给他。小姐，这戏唱的可真精彩。是啊，确实精彩。清寒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你为什么骗我？你和你娘整日在我耳边念叨节俭，甚至连我想给重病的灾民施药，你们都说侯府账上没钱了，不许我动府里的1文钱。可你倒好，口口声声奉旨巡查，结果却是跨越千山万水跑到江州，花上100两白银，面不改色的买这种俗物送给你的前妻。我只是觉得亏欠他。我真是错看了你，你口中的真爱原来如此廉贱。清寒，你听我说。清寒，别闹了，大街上成何体统？小姐，
那镯子不是老夫人传给？是，那是传给当家主母的镯子。谢云烨，我们和离。我顾清寒的眼睛里揉不进你这种沙子。你别胡闹，这镯子是谢家的象征，为了这点小事你就要和离？我胡闹？我原以为你是那个懂我、支持我记事的英雄，没想到你和那些凡夫俗子一样庸俗。我要行医，你说我抛头露面丢了谢家脸面；我要救人，你说我花钱如流水不懂持家；我想记事，你说我身为正妻就该生儿育女，守着那个破宅子。谢云烨，你爱的从来不是我，你爱的是那个永远不需要你负责任、永远不会成为你妻子的顾清寒。谢侯爷，这出真情实戏的演完了，你也该醒醒了。江毅，走吧，咱们回去了。外头风大，没得被这些脏东西迷了眼。小姐，小姐，京城那边传来天大的消息了。怎么，是那位顾大夫又去哪位公卿家里施针了？哪是啊，顾小姐一回京城就直接给侯府送去了一封文书。小姐，那是一封休书，女休男，全京城都传疯了。女休男，自古从未有过这样的事。可不就是吗？侯爷看到休书时气得仰倒，当场在书房里砸了一整套前朝的青花茶具。最精彩的是老夫人，她看到镯子碎了，又被休书落了面子，当场就骂开了，什么难听骂什么。老夫人那般重规矩的人，定是气疯了。何止啊！骂着骂着，老夫人气儿没顺过来，当场就歪了过去。等侯爷把大夫请去，说是中风了。中风了？听说是半边身子不能动了，嘴也歪了，话都说不利索。侯爷现在哪还有心思巡查，不得不告假在家，日日守着床前照顾老夫人，那滋味儿。上辈子老夫人活了很久，谢云烨死后，她指着我的鼻子说我不祥，可劲地搓磨我，还要叫我市集。后来要不是摔了一跤，自己难以自理了，恐怕我的苦日子不知道何时是头。这辈子什么都变了。对了，小姐，谢侯爷临走前竟然还贼心不死，带着2个水从想硬闯咱们荣府大门，正好撞上大老爷从码头回来。大老爷那脾气您还不知道，乱棍把他打了出去。哥哥真的打了他？打了，大老爷还放了话，谢云烨，你若再敢踏进荣府半步，下回打断的就是你的腿。打得好，我这位哥哥倒是比我更有主见。谢侯爷的闲事听听便罢，不必为他费神，歇一会儿。江毅，你倒是越发会管着我了。我是怕你累着。就是，姐姐忙坏了，我哥该心疼坏了。姐姐，快尝尝这秘诀，我特意挑的最甜的，剥了整整半个时辰，指甲盖都剥酸了。你啊，干活的时候要有这一半心思，也不至于有人天天来找我诉苦。给姐姐剥橘子，那可是头等大事儿。各位乡亲，今日我荣家妹子大婚，洗钱管够，流水席连摆3天。我就是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瞧瞧，离了那没福气的侯府，我妹妹只会过得更金贵。哎呦，这鞭炮声都响了快1个时辰了吧？荣大老爷这是真豁出去了。那是自然，咱们江州首富的嫡亲妹妹，又是招赘这么标致的女婿，能不风光吗？老掌柜，看清楚喽，往后别叫错，我哥往后就叫荣义了，我也改名叫荣思。瞧见没？那是我哥，今儿的新郎官。这天下天，也就只有我哥能配得上姐姐。小姐，您听听这动静，大老爷真是恨不得全江州的人都来沾喜庆呢。由着哥哥闹吧，他这口气憋得太久了。让开，都给我让开！荣勇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谢云烨，你还敢来？今日是我哥的大喜之日，你想找死吗？荣宇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这不就是那个京城来的谢侯爷吗？
怎么混成这副惨样了？嘘，瞧这架势来追起火葬场。谢云烨，你做错了什么那是你自己的事，哪怕你现在毁死在路边，也与我无关。让开，别耽误我的吉时。我不该被他人蛊惑签了那封和离书，我不该让你走。荣宇，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气，跟我回去吧，我会补偿你的。回去？谢云烨，你让我回哪里？回你那个冷冰冰的侯府？对，回侯府。母亲自中风后身子一直不好，嘴歪眼斜，连饭都吃不稳。她是长辈，你是她最满意的儿媳，她现在需要人贴身照顾，你回去。我没听错吧？谢云烨，你千里迢迢赶过来拦我的花轿，跪在这儿求我回去，竟然是为了让我回去照顾你那个中风瘫痪的母亲。呸！这侯爷算盘打得真响，合着是把人家大家闺秀当免费的老妈子使唤呢。谢侯爷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我家小姐在您侯府操劳1年，您连个盖头都没掀就出征了，现在倒想起小姐的好了。不，荣宇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想要让你有个名分，母亲她也确实离不开你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你是要我回去继续做那个表面光洁，实则被老夫人关在府里没日没夜调理子嗣的工具，还是要我一边替你伺候瘫痪的老母，一边还要大度地看着你和顾清寒恩恩爱爱，卿卿我我？谢云烨，你到底哪来的脸？你凭什么觉得我荣宇是什么很贱的人，非要上赶着去受这种罪？谢侯爷，今天是荣宇和我的大喜之日，请你自重。谢侯爷若是不知道自重2个字怎么写，我今天不介意费点功夫亲自教教你。这谢侯爷也太没风度了，人家都成亲了，还上赶着抢亲。嘘，你瞧那新郎官的手劲儿，这谢侯爷怕是踢到铁板了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教训本侯？松开！谢云言，这就是你口中的悔改，在大街上对着我的新夫婿撒泼。本侯今天要带你走，谁也拦不住。侯爷不好了，你快回京吧！慌什么？说清楚，出什么事了？老夫人去了。你说什么？母亲她怎么可能？今早伺候老夫人进膳，老夫人被一口粥给活呛死了。小姐，这可真是恶人自有天收，这死法也太憋屈了。谢侯爷家门丧事，你若再不回去，怕是连送终都赶不上了。荣宇，吉时到了，我们回家。大小姐，宫里来人了，说是皇上派人来送礼了。怎么会？上辈子成王一系平反招血，明明是30年后的事，这辈子为何提前了这么多？成王府嫡长子荣义、江毅皆圣上赏，成王一案已平反昭雪，圣上感念殿下流落民间之苦，特赐贺礼，恭祝荣府新婚大喜。天爷呀，咱们姑爷竟然真的是皇子！哎呀，我这妹妹这眼光简直牛上天了，我还以为招了个绝色花匠，合着是捡了个金疙瘩皇子啊！瞧见没？这就是我荣家的福气。我就说那谢云烨是个有眼无珠的烂石头，哪能跟我这皇子妹婿比？壮哉我妹！荣宇，两世为人，我终于能名正言顺地和你在一起了。是啊，这一次没有谢云航，没有侯府，只有我们。